你怎么没有问那个反差？我刚一直在酝酿着。谁和谁的反差？它像一个北方的暖气。这个形容。我说你捡了一块烟饼来给我吃。不是，我没有这个雅兴。你原来在每个剧组都给人带啊？我觉得段须可能是吃了会上火那种。向日葵，向日葵，瓜子儿。Hello， 出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Hello， 大家好，我是陈飞宇。那首先，请两位互相介绍一下对方的角色呢？热巴饰演的是万灵之主赫斯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贺小小，他是掌管归墟灵界的主人。陈飞宇饰演的是断须小将军，里里外外都伤痕累累的一个小男孩，但是呢，他有一个没有被这些伤痕包裹住的内心，从不吝啬他的爱和付出。就算他满身都是血，但是他依然会问绊了一跤的你疼不疼。那互相点评一下对方和角色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像或者反差的地方呢？我觉得他挺像小将军的，因为他平时在现场会很活泼，带动现场的氛围。就像段小将军，他其实也是在剧中的很多场戏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我这个角色是比较沉的，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是装作很开心或者装作很无知，装作需要被保护，但是呢，他知道你是装的，他也依然会选择去保护你，和他本人是很像的。其实在看剧本的时候，我就大概能够脑补热巴饰演赫斯木包括贺小小这两种身份合并到一个人物里面的这种感觉。真正进入了拍摄阶段以后，发现其实反差还是挺大的。赫斯木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他是领主，所以说他要有领主的威严，他要有这种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感觉。热巴本人就是非常的随和，然后也非常的幽默慈祥。赫斯木是一个没有什么幽默感的人，热巴自己本人的性格就非常的乐观，对于所有的事情，而且也性格非常活泼开朗。那热巴有什么比如说点燃你们就让大家很开心的这种地方吗？挺多的吧，每天每场戏我们去在对这场戏的时候，其实现场就会有很多好玩的事儿，因为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团队，包括像导演还有现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所以大家能够碰撞出来的东西就很有朝气，就很活力。虽然可能剧中很多有很沉的地方，但是我们私下再去对这些戏的时候，其实是很开心的。那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这种比较好玩的事情？你怎么没有问那个反差？我刚一直在酝酿着。谁和谁的反差？我们在合作之前和合作之后对对方的印象。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还没问完呢。那我们就讲这个问题吧。其实我们之前就有合作过，不是剧。对，我有考古到你们那个一些照片和一些广告。如果我是3-7分，不要提那张照片，不要唤醒那些记忆。但是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它像一个北方的暖气。这个形容。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不怎么笑，他是很有礼貌的那种，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合作，也没说太多的话，所以会觉得他应该是那种慢慢会让房间温暖起来的暖气。但是合作之后觉得他像太阳能，热量非常大是吗？对，就是合作之前觉得我是地暖，然后合作之后发现我是暖气片，把被子点着了。那飞宇对于热巴这个评价回应一下。我觉得挺中肯的。其实我在不了解他，没有和他合作之前，可能我对热巴的印象是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从外表上可能看来比较内向，然后比较的高冷，有一点点高冷吧。因为我记得我们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腾讯的一场活动上面见过面，其实也是为了关心我们这个剧。当时其实见面其实没有说太多的话，我们是7年之前见过面，然后其实和那会儿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在了解他以后才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非常活泼的一个人。你说到这个，我突然又想起两个角色其实是蛮像的，都是很孤单的人。其实对，看到有很多你们跳舞的视频吗？很多我们跳舞的就一个，只有一个，不只是那一个，然后包括就是也有看到一些路透，就是热巴在现场跳舞啊。不是，我没有这个雅兴，有的时候就是冷，然后再等，其实并不是要跳舞，然后就会快点，就对，就是扭动一下而已，就是大家以为是会带着大家跳舞的那种感觉，提早带大家进入广场舞的世界。没有，我觉得这部戏里没有人会跟我跳，因为他们都很年轻，要跳也是我一个人跳，我是05。那如果你要跳的话，你喜欢跳什么呢？难住我了呢。
我会跳什么呢？就想到什么跳什么嘛。对，其实就是随便扭动一下，活动一下身体，热身。前天还有看到有一个就是热巴在摄像机后面拍飞宇的，然后表现出的那个表情非常惊讶。当时是看到什么吗？你自己是不是也都不知道？我觉得你摄像机后面拍没有，就是你拿那个色拍老师的机器。哦，我觉得你是对那个机器比较感兴趣，因为它那个机器很先进，然后有一个云台，然后它也能上下移动的这种。对，这不是手持，它可以自动。我应该不是对拍到的画面，我只是对那个机器能够自主的运转这件事情。对，原来是这样。之前热巴在每个剧组好像都会给大家分享酸奶疙瘩，这次有没有分享？有啊，分享了，啥感觉？我之前吃过，其实，但是你带的那个格外的酸，更冲，格外正宗一些。因为我们现场会放烟，他说那是不是烟饼？我说你捡了一块烟饼来给我吃。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叫烟饼。因为以前有说肥皂的，有说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问能不能吃啊？你原来在每个剧组都给人带啊？对，也不是每个，有的会带，有的就忘记带了，也就不给了。所以这次也很有幸吃到了呢。对，是的。你们俩在剧中非常美丽帅气嘛，然后粉丝纷纷留言说好遗憾 eat 不到赫斯木 eat 不到段须。如果用一种食物来形容对方的话，会选择什么食物？你刚问完酸奶疙瘩，你就接这个，你觉得合适吗？如果来形容赫斯木的话，那我觉得草莓，因为赫斯木刚出场的时候，其实那套衣服酸酸甜甜，很像草莓的配色。赫斯木这个人物的故事，从一个比较全局观的角度上来看，还是有一些辛酸在里面的。赫斯木的寿命和凡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送走了很多自己的爱人，然后包括他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有非常多的遗憾。所以说，如果用草莓来形容赫斯木这个人物的话，我会觉得是比较贴切的。这个人物他也有非常甜的一面，然后也有非常可爱的一面。那如果形容热巴呢？你别想那个酸奶疙瘩什么的，想点好的。你要不是说断须？对，我在想，因为一种食物它也不一定是水果啊，我想一下，什么都可以。想到什么？我再想一下，那个好像不太好。断须像什么水果吗？我好像经常看到网上有说它是什么什么楠，山竹楠、甘蔗楠，对应的是什么特点我不知道，但我就能看到有一些就是用水果去比喻不同性格的男生的吧。我觉得断须可能是吃了会上火那种。向日葵，向日葵，瓜子儿。因为他就是一直会迎着那种向上和阳光的方向走，虽然他经历的事情都比较的阴暗吧，他的那个你怎么就阴暗了？就你之前那个师傅他们都对你不好嘛，你又见到过人性最坏最黑暗的一面，但是他就一直会仰着头往太阳的方向，所以会比较像向日葵。瓜子儿没有瓜子儿，高温消杀，杀菌了。最后是拍奖拍立得。好浓的肉味儿啊！吃啥呢？等等，给我也来一口。豆腐的质地。又来了，导演。导演他把陈飞宇本体给露出来了。好吃。好，去，走，快冲！我真想烤点，你在那边烤着土豆。开始。子总，我听说你好多事情。对不起。OK。我什么不知道。